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会为大家展示11个让你快速入眠并且拥有好的睡眠质量的诀窍。你准备好今晚要大睡一场了吗？Good day，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们有没有过失眠或者是睡不好觉的情况呢？一天下来超级无敌累，终于可以回到家了，关好门窗，铺好被，一头扎到了床上，就想美美的睡上一觉，结果发现根本睡不着，翻来覆去，辗转反侧，终于睡着了。结果发现各种做梦，到了第二天早晨一点都不觉得解乏，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工作去上班。曾几何时，我也有过这样的困扰，所以一直以来呢，我也在寻找和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并且找到了对我来说非常有效的小 tip。今天呢，我为大家总结出来了11种助眠诀窍，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样，每天拥有好睡眠。临睡前至少20分钟，应该将卧室的灯光调暗，因为我们的视网膜和大脑控制睡眠荷尔蒙和清醒荷尔蒙的那一部分是相关联的。在比较亮的灯光下，当视网膜感受到强烈的灯光的时候，它会向大脑发出不要睡觉的信号，大脑于是开始释放清醒荷尔蒙，让我们无法入睡。所以睡觉前至少20分钟，我们人为的让视网膜感受到昏暗的灯光，大脑收到视网膜发出的马上要休息的信号，释放出睡眠激素，帮助入眠。电子产品释放的蓝光会影响褪黑激素的生成，会影响睡眠，所以我很想要大家睡前不要看电子产品。但是我知道你做不到，因为我也做不到，所以我们尽量将手机屏幕调成暖光。苹果手机的调整方法是打开设置，找到显示与亮度，点开夜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舒适程度调节暖光。建议大家睡觉之前喝一杯蜂蜜牛奶。蜂蜜牛奶这种搭配的助眠效果要比喝纯牛奶的效果翻倍，因为牛奶能够帮助睡眠的原因，是因为牛奶中的色氨酸在酶的作用下可以合成血清，帮助改善情绪，促进睡眠。而蜂蜜是高碳水化合物，可以促进人体分泌胰岛素，而胰岛素又能促进色氨酸的吸收。如果你不喜欢奶类呢，可以来一袋晚安茶。这种茶里面含有帮助睡眠的植物，比如川宁草、洋甘菊、留兰香等等，而不是化学药物，所以很天然，不会有副作用，助眠效果也很好。还要提醒大家，睡前千万不要喝碳酸饮料，因为碳酸饮料里面一般会含有咖啡因，兴奋大脑。最好也不要吃东西，包括你认为好消化的蔬菜和水果，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身体内部的各个内脏细胞也都在休息。强行吃东西的话，肠胃不得不帮忙消化，一方面会影响睡眠，一方面也会影响肠胃的健康。把闹钟设定在你睡眠周期最佳时间起床。如果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强迫自己起来，你会感觉到脑子昏昏沉沉的，甚至接下来的一整天你的精力都不会感到充沛。但如果你在浅睡眠的时候醒来，就会觉得好很多。那么怎么样能够找到这样的时间点呢？我有一个好办法，如果你用 iPhone 和 iWatch 的话，可以下载帮忙找到你睡眠周期的 App。我常用的是 Pillow， 我老公在用的是 Sleepwatch。以 Pillow 为例，睡觉的时候带着 iWatch， 它就会跟踪检测我的睡眠状态。比如我设定要在4点50到5点23之间醒来，那么软件就会在这个期间，你睡眠最浅的时候响铃把你叫醒，这会让我醒得比较容易，醒来之后也会感到很有精神，充满能量。睡前洗澡似乎是很多人的习惯，我也是。实际上，睡前不建议泡澡，因为泡澡会让整个身体的体温升高一些，促进内部代谢循环，让所有的内脏器官更亢奋一些，反倒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但是睡前会建议足浴，就是泡脚，因为脚部的血液循环增加的时候，会让身体、大脑更加冷静。洗脚的时候可以做3个动作，让泡脚的功效事半功倍。第一个是按压百会穴，百会穴的位置是头顶的正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头部穴位，长期按压百会穴可以醒脑开窍，安神益智。一个是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含氧量增加。另一个是敲打大腿的外侧，力度要控制在被敲打的地方稍微有点酸痛的感觉，不要太轻，也不要太重。一
些适当的缓慢的拉伸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体，从而有利于快速入眠。我有3个动作可以教给大家。第一个动作，双腿对折，歪向一侧，头歪向另外一侧，坚持30秒钟，换方向。这个动作可以让你的背部和前腹的筋膜被拉伸。第二个动作，正直的跪在床上，双手伸直，掌心相对，然后向前方压下去。这个时候，双手要带着整个上半身往前伸。这个动作为了拉伸前背线的筋膜。第3个动作，打开髋关节，把眼睛很轻松的闭上，做深呼吸，这样骨盆的筋膜就会被放松。白天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多晒太阳，因为增加日照不仅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而且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适应昼夜节律的变化，拥有健康的生物钟。简单来说，保证足够的日照时间，能够让我们在白天保持清醒，夜间更快进入睡眠状态，并且增加睡眠的时间，提高睡眠质量。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尽量多腾出时间到户外运动，晨起外出锻炼，午餐和晚餐后外出散步。如果你和我一样每天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健身的话呢，那么这一条一定会对你有启发。千万不要在睡前2个小时内健身，因为健身后会让体温升高，增加新陈代谢，身体的所有机能都处于亢奋状态，影响睡眠。所以一定要在白天健身。建议大家刚开始要多变换健身的时间，来找一个最有利于晚上睡个好觉，白天又不会感到疲乏的时间点。我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发现，我个人最好的健身时间就是晨起15分钟之后。我现在尽量让自己在早晨5点到5点30之间起床，穿好衣服，做一杯自制的早安茶，然后就开始锻炼身体。我会做30分钟的有氧运动，跑步或者跳操，然后再做30分钟的肌肉锻炼。夏天的时候建议在室外运动，冬天早晨又黑又冷，所以在家里运动。接着我会洗一个水温不算太高的 shower， 马上就会感到精力充沛。如果某一天呢，我因为什么特殊的情况没有晨起锻炼的话，那么这一天的睡眠绝对没有平时锻炼的时候睡眠好。利用精油来辅助睡眠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方法。精油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神秘又温暖的存在。一说到帮助睡眠的精油，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薰衣草精油。的确，气化后的薰衣草化合物具有镇静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减轻压力和焦虑。所以睡前将少量的薰衣草滴到枕头上和床头，晚上精油轻微挥发的时候，就能够悄无声息地帮助你增加深睡眠的时间了。接着呢，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认为比较好的东西，就是镁。身体内镁的含量充足，睡眠就会跟着好起来。你不需要直接吃它，你可以把镁片呢扔到水里，融化之后呢进行足浴。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的方法就是购买这种喷雾式的镁油，睡前喷到身上，轻轻按摩吸收，不仅可以帮助安眠，缓解肌肉紧张和焦虑情绪，同时呢还可以护肤。Final Cut 的专场插件还没有下，灵异频道的稿子还差一半。明天早上起来要做什么便当？哦，对了，明天下不下雨？要穿什么衣服啊？千万记得要给 Grace 发邮件。对了，下午4点半的 Zoom meeting 不要迟到。当主观意识感觉到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思考和记住的时候，任何辅助睡眠的东西都不会太有效。但是一堆事情摆在那里，怎么可能做到清空大脑呢？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是睡前的 to do list。一定要做。如果你选择记到本子上，建议大家去看我前几天做的 Planner 视频。要把需要记住的和明天必须要做的事情统统的记到本子上或者是手机里。如果你选择写到手机上的话，我比较常用的是 Google Keep 这个软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还可以变换颜色。但是当你在 App Store 里面搜索 To Do List 的话，还会有很多类似的软件供你选择。当你把所有的这些思想负担抛给本子或者手机之后，我们的大脑就可以清零啦，准备好入睡吧。大名鼎鼎的冥想式478呼吸法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快速入眠，这个是需要通过我们不断的练习才能够被感觉到越来越有效的一种方法。嘴唇微微张开，用嘴巴吐气，将体内残留的气体吐干净，并发出呼呼的声音。合上双唇，静静地从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秒钟，屏住呼吸7秒钟，从嘴巴吐气，持续8秒钟，
上述动作为一个循环，总共进行4个循环。记得不要对每一个循环过程结束的时候感到警惕，要尝试无意识的练习。478呼吸法呢，可能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从444呼吸法进入练习，慢慢的再转到478。如果你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5个小时后你必须起来继续工作，但是无论怎么着急，你就是死活睡不着的时候，可以试一下2战时期美国飞行训练学校开发研制出的一套睡眠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飞行员们在2分钟内入睡。方法是这样的：第一，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逐一检测自己的前额、眉毛、眼睛、脸颊、鼻子、嘴、舌头和下巴是否是放松的。当你确认所有的脸部肌肉都是放松之后，慢慢的呼气。第二，继续深呼吸，让肩膀尽可能的低垂，然后放松脖子。下一步是放松一只胳膊的上臂、下臂，接着是手掌和手指。一侧放松完之后，再换另外一侧。这时你的上半身应该是柔软的，好像它正在下沉一样。接着一边放松胸部，一边慢慢的吐气。第三，下一个目标是你的腿，放松左大腿、左小腿、左脚踝、左脚掌、左脚趾，接着放松右侧，全部放松完，慢慢吐气。最后一步就是清空大脑，你可以只想象一种颜色，只有这种颜色，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我常想象的颜色一般是白色或者是紫色。如果不行，你就在心中反复的对自己说，不要思考，不要思考，不要思考。这样想会阻止你的大脑神游。如果你每晚练习这个过程坚持6个星期以上，效果会非常显著的。如果你通过锻炼掌握了这种方法，那么你一定也可以利用意志掌控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你的决断力、判断力和执行力都会大幅度的提高，从此人生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非常想要拥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还在不断的练习中。你有兴趣和我一起吗？在寻找能够帮助我们好好睡觉的这些方法的时候呢，我尝试了不下几十种网上书账或者是朋友推荐的一些方案，但是我个人认为以上我说到的这11点是最为有效的，所以拿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呢对那些有睡眠困难的朋友来说，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我也是超级开心的。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呢，就请点击这里。我会持续为大家制作和发布关于健康生活、时尚生活和快乐生活的视频。另外呢，还请大家点击这里的节目，观看我认为对你们有帮助的，我用爱心、耐心和细心为你们制作的视频。爱你们，爱你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